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今天我们来讨论什么呢？我们来讨论港股。那很多人讲说港股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牛市，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呢，它不仅仅是形成了技术性牛市这么简单啊。同时呢，这个港股的这个行情其实蕴藏了一些机会，也同时呢提示我们一些风险。那不知道我的老朋友们、老读者们有没有记得，就是在4月初的时候，应该是4月9号上下啊，大概是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曾经提过港股市场。我讲说，我为什么会看好港股？那港股市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它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价值洼地哈？那我强烈推荐大家回去看看那个视频，那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底层逻辑。那我们说，什么是技术性牛市啊？其实技术性牛市很简单啊，就是说单边上涨是超过15%或者20%，就叫做技术性牛市。那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主要讨论3个方向。港股缘何大涨，它为什么这次上涨？还有港股呢，一般情况下它上涨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啊？那我们从港股上涨这件事情还可以推演出哪些机会，还可以发现哪些风险？好，那假如说呢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全球配置的基金经理我们自然会去看，当我们去看港股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也会看其他的市场。那最大的市场呢，肯定是美股那我也想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，把美股的一些数据再跟大家啰嗦一遍。那今天的东西会比较多，请大家耐心。然后今天的内容其实不仅关系到现在的行情，同时也关系到未来3到5年的行情，所以你觉得有用的话，请你收藏一下。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叫巴菲特指标，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，它是整体的市值除你整个经济的 GDP， 它其实是一个估值的一个指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70年代是一个顶部，2000年是个顶部，2020年是个顶部，现在又冲到了这个位置。怎么讲？就是说从这个估值指标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结论。首先呢，这个图其实是一个美股的财富密码，我当时也分享过这个美股财富密码，可是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的，等会儿再讲我这个图。那我们就看这个巴菲特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比较好算，也比较好理解。那我们看，其实呢，美股本身它创造财富呢，一个人整个一辈子遇不到几次，但好就好在呢，它每一次的行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，这就是一个，这又是一个，基本上是20年，这又是。那我们说，那这种时候我们投资什么呢？这种时候投资商品，明白吗？所以其实这一个图，这是过去将近多少年，将近70年的一个美股行情图就是美股行情的一个估值图。其实它给我们的是一个投资美股的一个财富密码。那我自己呢也开发了一个模型，那这个模型呢我公布过很多次，那我也会时常的跟大家更新这个数据。我算出来之后呢，我再看一下这个数据巴菲特指标这个它反正就是会有一点不一样。你看这个20年是最高的比它前面2次都高，但是我这个呢是低的，比前面2次都低，但是这个位置是差不多的总之呢，它其实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，就这个区域呢是一个顶部区域。我这个是做的是通胀调整后的一个模型，就是调整通胀过后，然后根据它的一个趋势线做了一个周期的模型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实本质上人的一辈子可能也就2次机会吧，你不可能活这么长嘛，因为你成年之后的周期是有限的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美股的财富密码，我把它称为一个美股财富密码。那不管我们用哪种模型来去评估的话，它现在的位置都蛮高了。那它这次呢冲的不算太高，有可能再冲一次。总之呢，它就算再冲，现在这个位置性价比不高。如果我们作为全球配置的基金经理，肯定会在这个位置就开始去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。它是高位，但不是绝对高位，就是说美股现在蛮高，但是可能还有一个鱼尾巴的行情去吃也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判断。这幅图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，那我们看呢，它是这样下来，这样下来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发达国家跑赢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过程。那现在又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值上一次也是科网泡沫。那如果它往上走的话，就是发展中国家会更好。其实本质上就是世界产业链的前端会更好。啥意思资源国、制造国
跟消费国，那美国肯定是在这里了。那这里跑赢这里已经很久了哈，那这里未来会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机会哈。那我们说港股呢，现在目前处于价值洼地，我们在4月初的视频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。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我们说这个估值模型呢分子跟分母哈。那分子这里呢代表未来的收入跟现金流，对吧？那分母这里呢就代表着折现率。那港股的折现率呢其实是跟美债高度相关的，对吧？跟 A 股不一样， A 股是跟中国的债相关，对吧？那未来的现金流呢是从大陆来的，赚的是什么？赚的是人民币。好，我们发现说人民币呢一直在贬值嘛，对吧？是为什么？是息差在这里摆着，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债的息差哈，美债它的利息更高一些哈。我们看在过去的3年当中快速的上行，也就是美债的收益率，由于它加息哈，就大于中债，所以这个息差就很高。息差在高的情况下，大家资金的逐利性就会往美国那边走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说因为钱往美国那边走，那人民币呢贬值，那大家对这个公司赚取的这个人民币就会有一个悲观的预期，就是你赚这个钱，你赚的是人民币，可是人民币在贬值，对吧？所以呢它不利于这个分子，大家对这个分子的评估。同时呢这个折现率呢它又跟美债相关，美债又比较高，对吧？那分子呢不看好，美债呢又比较高，在分母高的话，对于整个的估值是往下走。所以呢不仅是分子，同时分母都不利于港股的估值，对吧？那么这些因素我们整个加起来就会发现港股的一个周期位置，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模型哈，每天都会在圈子当中公布。那港股的一个周期位置就很低了。当时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会反复讲港股，就是因为周期位置在这里很低很低了。那我们看呢，那中美息差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，不是最高，历史还有到这里过，现在是在这里，不是最高，但是很高很高的位置了。一旦它反转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折现率就利好了哦。然后同时呢人民币也会开始升值，那分子分母都会利好这个估值模型，那就会形成一个什么？分子分母同时利好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戴维斯双击哈。那我们从一个大的方向上来捋顺了这个港股，它是一个价值洼地。那么港股呢它的行情有什么特点？它是个价值洼地，可是我们呢在做投资的时候是一定要看它这个行情的特点。那么听到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哪一个内容对你有启发或者有收获，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心或者一个赞，让我知道我的内容对你有用，同时也给我一点鼓励，谢谢你哈。那我们继续看哈，港股的行情特点是什么？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在投资一个东西一定要了解它的特点，什么意思哈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白银，我们会发现白银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可能会震荡很长时间，但它一旦爆发几个月就没了，就是等你局外人反应过来这个行情的方向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但是有的可能就比较慢，比如说标普500过去10年它就是一个这样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种，当你做这个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过去所有的行情捋一遍，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行情特点，它是缓慢上行的还是突然间爆发就结束的，一定要知道，因为你才会知道你怎么去操作。像这种突然间爆发去结束的，你在这种位置就可以不断定投，对吧？那它一旦爆发上涨了，你就不能去追了，虽然很诱人但不敢去追了，对吗？那有的行情呢它要么就没有，一有的话就会很长很长时间，当你一旦发现它趋势形成了，你就可以入场，因为它不可能那么快的结束，对吧？所以了解一个行情的特点，它的波动性，它的特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。那港股的行情有什么样的特点？我们看一下，还是刚才，假如说我们跟 A 股相比，从这个估值模型来看，假如说港股跟 A 股相比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未来现金流是一样的，
因为都是中国的公司嘛，对吧？都受中国的经济周期影响，折现率不一样，对吧？你这里赚的是人民币，我 A 股的折现率也是跟人民币相关的中债，可是呢，对于港股来说不是哦。对于港股来说，我赚的是人民币，可是我的折现率却跟着美债走。那一旦美债上行，相对于中债上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当分子不好的时候，分母也不好，所以分子分母同时对它形成了戴维斯双杀。就是你中国这边的逆周期调节，可能对港股来说，它影响并不是很大。你就会发现它的波动要比 A 股的波动还要更大。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论猜想，对吗？好，我们来看数据哈，这是我昨天调取出来的数据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港股呢，在过去的250周的波动率是多少？是 35%。看这个呢，但是如果我们看 A 股的互联网，我们都看互联网这个行业哈，看科技行业哈。因为科技行业毕竟还是一个未来的方向，所以我用这个来给大家去举例子，会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指引暗示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是 35%， 而 A 股的互联网过去250周它的波动率是 20% 多，近100周 30% 多，近100周波动率是 30% 左右，它都低。所以呢，港股的波动性从数据当中来看，确实是更大。那么港股的波动更大呢？一旦经济企稳，它的弹性会不会更大呢？对吧？那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再碰上中美息差特别高的时候，资金往外跑的时候，那港股下跌会更多。那一旦企稳的时候，中美息差也降低的时候，会不会它往上走的也更大呢？我们看哈，我们用中国的 PPI 来代表这个中国的经济周期，我们会发现在 PPI 上行的阶段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是恒生指数，也就是港股哈。港股跟 A 股的套利 K 线，什么意思？它往上走的时候，港股跑赢 A 股；往下走的时候，港股跑输 A 股。在经济周期往上走这个灰色的部分，港股几乎都是跑赢 A 股的，说明什么？在经济企稳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港股形成了戴维斯的双击，它的弹性会更大。那么我们看港股跟 A 股现在目前的关系是什么？这是 A 股跟港股 ，A 股变成了分子，往上走 A 股跑赢，往下走港股跑赢，往上走 A 股跑赢，往下走港股跑赢，往上走 A 股跑赢，怎么样？现在到达了一个极值哦。如果往下走呢，谁会跑赢？港股，对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周期也在底部开始企稳了，这个红色的线看到吗？这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港股它的波动性更大，不管向上和向下，它的弹性大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特性。它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呀？第二个特征就是它跟随中国的经济周期。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讲过，就是 A 股分3大类资产，第一类是什么？是红利相关的，它比较稳定，它的基本面比较稳定，一般情况下是什么？是垄断行业。第二种是跟经济周期相关的，宏观周期相关的。第三种是跟它自己的产业周期相关的，比如说新能源或者 AI 这些啊，是跟它自己的科技周期相关的。那么这3类资产当中，代表这个宏观经济的宽基指数是沪深300跟上证50，是吧？那我们说港股，看港股跟谁相关，我们也就知道港股是这3类当中的哪一类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看哈，我们看恒生科技跟谁相关度高？跟沪深300跟上证50，看到了吗？相关度非常非常高，过去3年当中非常非常高，这是我昨天刚刚提取出来的数据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恒生科技啊，恒生指数它是属于第2类宏观经济相关的，也就是说跟 PPI 这种宏观的这种相关性非常强。所以港股呢，主要有2个特性。第一个特性是什么？弹性大，因为它很容易形成戴维斯双击或者双杀，对吧？分子分母都不好。
或者分子分母都非常好。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位置感，一个市场你一定要有位置哦，对吧？它弹性大，它也可能向上，它也可能向下，你要知道它可能向上还是可能向下。如何判断它的位置？它跟随的是中国的经济周期，中国的宏观周期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它的2个特点。那么呢，目前港股的状况是什么呢？分子向好了，中国的经济在边际恢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PI 它是走在前面的，它是走在基本面的前面的。那我们说分母息差的极值等待收敛啊，中美的息差，国债收益率的差值正在等待收敛，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。那我们说分子跟分母同时都向好的时候，它就会形成什么？戴维斯双击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未来是不是会形成戴维斯双击。那我们再说，那港股如果跑赢的话，它蕴含着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它能够看出来有哪些机会跟风险呢？好，我们说呢，首先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图吗？这个图，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一个极值，对吗？那我们感觉说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值，我们不能确定下一个月或下一个季度，可是在未来3-5年的一个这样的周期上，发展中国家应该大概率会跑赢的。这个我是打算给大家做一系列视频去讲，就是泛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很大，它从债务周期上一定要知道大的债务周期的位置上，债务周期还有这个人口结构上，它都利好，都中长期利好，有可能会迎来一个牛市。那这次的港股的启动就有可能是一个整个这个方向的一个反转。那我们说人民币升值，这是也是一个有可能会蕴含的方向。因为如果港股要是往上走的话，那资金往回走，息差也在往下走，中美的息差也在往下走，那人民币升值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。首先还是强调，我们不知道下一周、下一个月、下一个季度，但我们说从一个中长期的这个方向上去看的话，人民币应该会升值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中国的债市有可能会迎来拐点。我们看哈，这个恒生科技跟这个中国的利率债基准是高度负相关呢。一旦它高度负相关的话，如果说我们看好恒生科技，是不是也可以倒推，就是说这个债市会迎来拐点？那这个是我自己开发的一个短债周期模型，我每天的数据也都会公布给圈子的朋友。那大家已经看到，这又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，这基本上这个每一个极值都是一个经济周期的低点，这又到了一个极值的位置，它一旦反转的话，债市就会迎来一个拐点。所以手里有债基的朋友们就要小心判断。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，就大概就是这些。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讲的意思。那如果哪里没有讲清楚，请你在留言区提问或者留言，我们可以探讨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其实前面讲的这些呢，会有一些个股的机会。好，这个我会在圈子里面把图发给大家。好，那感谢大家。